从零开始，组装你的专属电脑教学。各位科技爱好者与刚踏入电脑领域的朋友们，有一天你是否突然想尝试自己组装一台强大的电脑，但却不知从何开始？别担心，我们将带你进入一场从零开始的组装冒险。为石磨自己组装。组装你的电脑不仅仅是省钱的方式，更是一个了解电脑结构和功能的绝佳机会。从选择零件到装配，每一步都将让你更了解这个神奇的数字世界。准备好了吗？在这个系列教学中，我们将从零开始，从选择适合你需求的零件开始，一直到最后一步的验证。无论你是完全的新手，还是想要更新自己的电脑配置，这个系列都将为你提供必要的知识和技能。让我们一起动手吧！准备好了吗？在这趟组装之旅中，我们将一起发现电脑的奇妙之处，并让你的专属电脑诞生在你的手中。选择电脑机壳时，有一些关键的问题和因素需要考虑，以确保你的电脑能够满足你的需求并获得最佳的使用体验。以下是一些可能的问题：一、尺寸和兼容性。你的主机板和其他内部组件的尺寸是多少？确保机壳足够大并具有足够的插槽和支架，以容纳它们。你计划使用的显卡和冷却解决方案是否符合机壳的空间和散热需求？二、风格和外观。你喜欢的机壳风格是什么？例如，是中塔、全塔还是迷你型？透明侧板或 RGB 照明是否符合你的外观需求？三、冷却和通风。机壳是否具有足够的风扇插槽？它是否支持高效的空气流通？是否有足够的空间添加额外的风扇或水冷系统？四、扩充性。你是否需要足够的扩充槽和储存空间？前置 USB、音讯插孔等前部连接部是否符合你的需求？五、组装友好性。机壳的内部空间是否易于组装和维护？它是否具有方便的零工具设计？六、材质和坚固度。你偏好金属还是塑料机壳，或者可能是两者结合的混合型？机壳的坚固度和建造质量如何？七、价格范围。你的预算是多少？机壳的价格是否在你的承受范围内？八、噪音控制。机壳是否具有有效的噪音隔离和减少机器运行噪音的功能？九、前线 I/O。前置 I/O 面板上是否有足够的 USB、音讯和其他连接部？十、品牌和评价。机壳制造商的声誉如何？是否有人对这个特定机壳提出了积极的评价？通过仔细考虑这些问题，你将能够挑选出最适合你需求的电脑机壳，确保它不仅符合你的外观和风格偏好，还能提供良好的性能和扩充性。选择电脑机壳时，中塔、全塔和迷你型代表了机壳的不同尺寸和形状，这些因素将影响你的电脑系统的扩充性和外观。以下是这些类型的一些特点：中塔 Mid Tower。 尺寸，中塔机壳通常是最为常见的尺寸，适中的高度和宽度。扩充性，提供良好的扩充性，通常有足够的插槽和空间，以容纳标准 ATX 主机板、多个显卡和散热设备。风格，中塔通常是用于多用途系统，提供合理的扩充性而不会占据太多空间。塔 Full Tower。 尺寸，全塔机壳较中塔更高大，通常提供更多的内部空间。扩充性，全塔机壳具有更多的插槽和空间，适用于需要大量扩充的高性能系统，如伺服器或高阶游戏电脑。风格，全塔机壳在风格和外观上通常更为宏伟，可以容纳更多的冷却设备和储存装置。迷你型 Mini Tower。 尺寸，迷你型机壳是最小的一种，适合空间有限的使用场合。扩充性，虽然扩充性较小，但迷你型机壳仍然可以容纳标准 ATX 主机板和一些基本的内部组件。风格，迷你型机壳通常更为简约，适合需要节省空间的使用者。选择中塔、全塔或迷你型机壳取决于你的系统需求、空间限制和个人偏好。如果你需要扩充性和高性能，全塔可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如果空间有限，迷你型机壳可能更为合适。中塔则提供了一个平衡的选择，适用于大多数用途。机壳上推荐中塔型的机壳大小刚好，改装上空间也够大。Cooler Master HF500 是我目前用起来非常不错的机壳，还有内置一个直吹显卡的12公分风扇，保证你的显卡
不会有温度过高的问题。谈到电脑主机板时，我们实际上谈论的是电脑系统的核心，这块复杂而精密的电子板块扮演着连接和协调所有硬体组件的关键角色。以下是主机板的一些重要特点：一、核心连接。主机板是电脑系统的核心，提供了与处理器、记忆体、显卡等各种硬体组件的连接。这个基板上的插槽和连接点确保各组件能够顺畅通信，实现系统的整体协同运作。二、插槽和连接部。提供多种插槽和连接部，以容纳处理器插槽、记忆体插槽、扩充卡插槽、USB、音讯和网络连接部等。插槽和连接部的多样性确保了系统的可扩充性和连通性。三、规格和尺寸。不同型号的主机板具有不同的规格和尺寸，例如 ATX、Micro ATX、Mini ITX 等，以满足不同应用和机壳的需求。选择合适的主机板尺寸，确保系统构建的相容性和适应性。四、电源管理。主机板负责管理电源的分发和效能。一些现代主机板具有高效的电源管理系统，能够降低耗电，提高系统的整体效能。五、BIOS UEFI。主机板上的 BIOS 基本输入输出系统或 UEFI 统一可延伸固件界面，是电脑启动的基础，也提供了一些基本的系统配置选项。这些界面使用者可以调整系统设定，优化性能和适应特定需求。六、散热解决方案。部分主机板配备散热解决方案，如散热片和风扇，以确保系统内部元件的适当散热，保持稳定运行。七、多 GPU 支援。一些主机板支援多显卡配置，适用于高性能游戏和专业应用，提供更高的图形处理能力。在挑选主机板时，了解这些特点并根据个人需求进行选择，确保构建的电脑系统能够满足性能、扩充性和可靠性的要求。谈到不同尺寸的电脑主机板时，主要有三种常见的规格 ：ATX、Micro ATX 和 Mini ITX。这些规格决定了主机板的尺寸、扩充插槽数量以及适合的机壳尺寸。一、ATX。Advanced Technology Extended 尺寸。 ATX 主机板是标准尺寸，通常为 12×9.6 英寸，左圆括号305×244毫米。扩充插槽。 ATX 主机板通常具有多个扩充插槽，包括 PCIe 插槽、记忆体插槽等，提供高度的扩充性。用途：适合需要大量扩充卡和功能的桌面电脑，例如游戏电脑和工作站。二、Micro ATX 尺寸。 Micro ATX 主机板较小，通常为 9.6×9.6 英寸，左圆括号244×244毫米。扩充插槽。相对于 ATX、Micro ATX 主机板具有较少的扩充插槽，但仍然提供足够的扩充性。用途：适合中等大小的桌面电脑，可提供合理的扩充性，同时适用于小型机壳。三、Mini ITX 尺寸。 Mini ITX 主机板是最小的，通常为 6.7×6.7 英寸，左圆括号170×170毫米。扩充插槽。由于尺寸较小， Mini ITX 主机板拥有极少的扩充插槽，通常仅有一个 PCIe 插槽和一些记忆体插槽。用途：适合小型、轻量化的电脑系统，如迷你桌面电脑、家庭影院系统或游戏机。在选择主机板时，应评估系统需求和扩充性，以确保所选择的主机板符合预期的电脑配置和使用情境。eATX Extended ATX 尺寸。eATX 主机板比标准的 ATX 主机板更大，通常为 12×13 英寸，左圆括号305×330毫米或更大。扩充插槽。eATX 主机板通常拥有更多的扩充插槽，提供更高的扩充性。这些插槽可以包括多个 PCIe 插槽、记忆体插槽等。用途： eATX 主机板主要用于高性能桌面电脑，特别是游戏电脑和工作站，其提供了更多的空间，以容纳更多的元件和散热解决方案。eATX 是一个较大的主机板规格，适合那些需要大量扩充性和高效散热的用户。在选择主机板时，并根据预期的系统配置和使用需求来选择合适的规格。谈到电脑主机板上的插槽时，我们指的是能够安装不同硬体组件的特定区域。以下是一些主要的插槽类型：一、处理器插槽 CPU Socket， 这适用于安装中央处理器 CPU
的插槽。不同的 CPU 可能需要不同类型的插槽，因此主机板的插槽类型应与所选择的处理器相容。2. 记忆体插槽 DIMM RAM Slots， 用于安装系统记忆体 RAM 条的插槽。插槽的数量和支援的记忆体类型 DDR5、DDR4 等是主机板性能和扩充性的重要因素。3. 扩充卡插槽 PCIe Slots，PCIe 插槽用于安装扩充卡，如显示卡、声卡、网路卡等。这些插槽通常有不同的物理尺寸 X16、X8、X4、X1， 具体取决于其支援的带宽需求。SOR 储存插槽 SATA Ports M2 Slots， 用于连接储存设备的插槽。SATA 插槽通常用于连接固态硬碟 SSD 和硬碟驱动器HDD， 而 M2 插槽则可安装 M2 SSD。 5. 扩充槽 PCI Slots， 这些槽位于就是 PCI 插槽，虽然已经较少使用，但某些就是扩充卡仍然需要这种插槽。 6. BIOS UEFI 插槽，包含用于更新或更换 BIOS UEFI 芯片的插槽。 7. 电源连接插槽 ATX EPS Power Connectors， 这些插槽用于连接主机板到电源供应器的电源线，确保主机板能够正常运作。 8. 前面板连接插槽 Front Panel Connectors， 这些插槽用于连接电源按钮、重置按钮、LED 指示灯等前面板元件。 9. USB 插槽，用于连接 USB 装置的插槽，通常有 USB 2.0 和 USB 3.0、3.1 插槽。以上插槽的组合和数量会因主机板的型号和制造商而有所不同。在选择主机板时，确保它满足你构建电脑系统的需求，包括处理器支援、记忆体容量和速度、扩充卡需求等。主机板的型号主要分为 Intel 与 AMD 两大核心 CPU 型号，再来才是各大厂商的产品。购买主机板时，请优先确定要哪个主要型号，是要 Intel 还是 AMD。 这项决定会使你在购买 CPU 时有完全不同的主机板型号。 Intel 的主机板就有分为 Z790 与 B760 两种叫法，分别支援第13与14 Intel CPU。 AMD 的主机板则称作 X670 与 B650 两种叫法，支援最新的 AMD CPU。 选择好要哪种 CPU 后，再来就是各大厂商推出的主机板间去选择，是要 Intel 主机板要高阶 CPU， 还是 AMD 主机板要高阶 CPU， 完全由个人的预算去做决定。主机板的脚位指的是主机板上的插座、插槽或是其他用于插入元件的接口，这些脚位通常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以支援各种不同的硬体元件，如中央处理器、CPU、记忆体模组、扩充卡、储存装置等。主机板上的主要脚位包括： 1. CPU 插槽，用于插入中央处理器 CPU， 不同的 CPU 插槽型号与标准，如 Intel 的 LGA1700、AMD 的 AM5 等。 2. 记忆体插槽，用于安装记忆体模组 RAM， 常见的有 DIMM 插槽，支援 DDR4、DDR5 等记忆体标准。购买时需要注意主机板是否有支援相对应的 CPU 脚位与记忆体脚位，若是不清楚是否有支援，可以复制主机板名称与型号，到官网查询规格的部分即可知道。其他的主机板脚位皆为通用，所以购买时稍加注意就好。军规主机板和普通主机板之间主要的差别在于其应用环境和特殊需求。以下是一些可能的差异： 1. 耐用性和抗震性。军规主机板通常设计得更加坚固，能够承受极端的环境条件，包括抗震、抗震动等，以确保在战地等极端条件下的稳定运行。 2. 温度范围。军规主机板通常能够在更广泛的温度范围内正常运行，这对于极端寒冷或极端炎热的环境很重要。 3. 防尘和防湿。军规主机板可能具有更好的防尘和防湿性能，以确保在艰苦的环境中维持良好的工作状态。 4. 电源稳定性。军规主机板可能会有更高的电源稳定性要求，以应对不稳定或低质量的电源情况。 5. 安全性。军规主机板可能会有更强化的安全特性，以防止未经授权的访问和数据泄露。总的来说，军规主机板的设计更加强调在极端环境下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而普通主机板则更注重一般用途和成本效益。选择主机板时，需根据实际应用需求和环境考虑相应的特性。主机板的部分只推最新的高阶主机板。主机板 Intel 主推 Z790G 加，AMD 主推 X670G 加。为何都只推 G 加呢？因为他家的主机板扩容是最多最完整的，价格上也很不错，以及最近他们新出了无螺丝就能安装 M2 SSD， 这点很吸引我。中央处理器 Central Processing Unit， 缩写为 CPU， 是电脑中的核心元件之一，负责执行指令、处理计算和控制各种操作。CPU 的性能直接影响电脑的运算速度和效能。以下是 CPU 的一些关键特性：一、核心数 Cores。CPU 通常有一个或多个核心，每个核心都是一个独立的处理单元。多核心的 CPU 能够同时处理多个任务，提高整体效能。二、执行序数 Threads。每个核心可以同时处理多个执行序，具有多执行序支援的 CPU 能够更有效地处理多任务和多线程应用程式。三、时脉速度 Clock Speed， 表示 CPU 每秒的时脉周期数，以赫兹 Hertz 为单位。时脉速度越高， CPU 处理指令的速度越快。四、快取记忆体 Cache Memory， 用于暂存处理器频繁存取的资料，以提高存取速度。分为 L1、L2、L3 等不同层级的快取。五、制程技术 Process Technology， 表示 CPU 的制造工艺，以奈米 nm 为单位。较小的制程技术通常代表更高的效能和能效。六、插座型号决定 CPU 能否插入主机板的插槽，例如 Intel 的 LGA1700、AMD 的 AM5 等。七、超执行序 Hyperthreading， 技术使每个核心能同时处理两个执行序，提高多任务处理效能。八、支援技术包括虚拟化技术、超频技术、安全功能等。选择适合的 CPU 取决于使用者的需求，如游戏、内容创作、多任务处理等。高效的 CPU 能够提供更好的系统运算性能。CPU 散热膏是一种用于在 CPU 和散热器之间的热界面材料，它的主要功能是填充 CPU 和散热器之间的微小空隙，提高热能传导效率，有助于更有效的冷却 CPU。主要特点和使用方法包括：一、导热性。CPU 散热膏的主要特点之一是具有优越的导热性能，它通常是由高导热性的材料，如矽胶或金刚石粉末制成，以确保有效地将热量传导到散热器。二、填充微小空隙。在 CPU 和散热器的接触表面之间可能存在微小的空隙和不平整，这些空隙会影响热传导。CPU 散热膏填充这些空隙，帮助实现更好的接触，提高热能传导效率。三、防止氧化。一些 CPU 散热膏具有防止金属氧化的成分，有助于维持接触表面的清洁，提高长期使用的稳定性。四、使用方法。在安装 CPU 散热器时，将适量的散热膏应用在 CPU 的热敏感区域上，通常建议使用极小的散热膏量，以避免过多的散热膏影响散热效果。使用散热膏前，应该确保 CPU 表面和散热器底座表面都是干净的。五、选择适当的散热膏。市场上有各种不同品牌和型号的 CPU 散热膏，包括导热性能、使用便捷性和价格等方面的区别。选择适合自己需求和预算的产品是重要的。总的来说，使用适当的 CPU 散热膏有助于确保 CPU 保持较低的工作温度，提高系统的稳定性和性能。Intel CPU 目前出到第14代产品等级最高的型号为 i9， 依序是 i7、i5， 最后是 i3。制作文案时，14代版本还没上架。i9 是等级最高的 CPU 型号 ，i3 是等级最低的型号。CPU 没有好坏之分，只有预算够不够而已。预算够就是直上 i9 快快乐乐，预算不够就 i7、i5、i3 之间做选择。AMD 的 CPU 目前出到型号为7000系列的版本，最高等级是229系列，分别为 7950X 与 7900X 等版本，差别在于核心数与时脉速度等。再来是227系列，分别为 7700X 与7700等版本，差别一样是核心数与时脉速度等。最后是225系列，分别为 7600X 与7600等版本，差别一样是核心数与时脉速度等。最低阶的是
223，但是这次7000系列没有出产相关产品。市面上买得到的为223-4100与223-3200两个版本，官方在223上并没有持续推出新产品，所以在选购上只需考虑229、227、225等3种系列就好。还是那句老话，设备没有好坏之分，只有预算够不够而已。预算够又想爽直上229系列就对了，预算不够选择227与225也是很快乐。CPU 的部分，个人是偏好 AMD 的部分主推 7950X 与 7900X， 价格上我比较喜欢 AMD， 而且 AMD 的主机板除了新出的 AM5 没有完全支援旧世代的 AM4 之外， AM4 的主机板都是无脑安装，不用去想脚位问题，很舒服。 Intel 大概就是最近新出的第14代 i9 或 i7 吧，感觉都不错，价格也 OK。 散热膏部分主推 Noctua 猫头鹰，他们家的真的好用。 CPU 散热器是用来冷却中央处理器 CPU 的装置，以确保 CPU 在运行时能够保持适当的工作温度。高效的散热系统有助于防止 CPU 过热，提高系统稳定性和性能。以下是一些有关 CPU 散热器的关键信息。一、风扇。大多数 CPU 散热器都包含一个风扇，它用于将空气通过散热器散热片，将热量散发到周围环境。风扇的尺寸和转速可以影响冷却效果。二、散热片。散热片通常由铝或铜制成，其表面积越大，散热效果越好。散热片的设计影响其散热性能，例如鳍片的形状和密度。三、热导管。一些高效的 CPU 散热器使用热导管技术。热导管是一种导热元件，能够有效地将热量从 CPU 传送到散热片。四、散热材料。在 CPU 和散热器之间使用散热膏或散热垫，这些材料有助于填补微小的间隙，提高热能传递效率。五、风道设计。一些高阶散热器具有特殊的风道设计，以优化空气流动，提高冷却效果。六、噪音水平。散热器的风扇运转时会发出噪音，选择低噪音水平的散热器可以提供更宁静的运行环境。七、尺寸和插槽兼容性。确保选择的散热器尺寸与机箱和主机板的兼容性相符，以确保可以正确安装。八、水冷系统。一些用户选择使用水冷散热系统，它们通常包括一个水冷头、散热器和冷却风扇，提供更强大的冷却效果。CPU 散热器有分为风冷与水冷，风冷又有分为塔散型散热器与下吹式散热器。水冷就是常见的3颗风扇，外加有外管连接到 CPU 上的水冷头，以达到散热的效果。首先，我们先来介绍风冷散热的部分。CPU 塔型散热器是一种散热器设计，它的外形形状类似于一座塔楼。这种散热器的主要组件包括一个金属散热塔，通常是铝或铜，和一个或多个散热风扇。主要特点和优势包括：一、散热效能。CPU 塔型散热器通常具有较大的散热塔，这使得它能够提供优越的散热效能。大型的散热塔提供了更大的表面积，有助于更有效的散热。二、风扇散热。这种形式的散热器通常搭配一个或多个风扇，用来将空气吹过散热塔，从而带走热量。风扇的存在进一步提高了散热效能。三、低噪音。由于有风扇辅助， CPU 塔型散热器在提供高效冷却的同时，通常能够维持相对较低的运转噪音水平。四、多热管设计。一些高效的 CPU 塔型散热器使用多热管技术，这些热管负责将热量从 CPU 转移到散热塔的不同区域，进一步提升散热效能。五、适应性。 CPU 塔型散热器通常具有广泛的兼容性，能够适应不同型号和尺寸的主机板以及各种 CPU 插槽。六、安装这种形式的散热器可能需要较大的机壳空间，因为它们的垂直高度较高。对于追求高性能和低温度的用户来说， CPU 塔型散热器是一个常见的选择。CPU 下吹式散热器是一种散热器设计，它的风扇位于散热塔的下方，将风从上方吹向主机板和 CPU。这种设计主要用于机壳空间较为有限的情况，并且对于需要水平风向的配置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散热解决方案。以下是 CPU 下吹式散热器的特点和优势。一、空间节省。由于风扇位于散热塔的下方，这种散热器通常比其他设计更加矮小，使其适合安装在机壳内部空间有限的情况下。二、风向适应。
这种风扇的风向通常是水平的，这使得它特别适用于需要将空气沿着主机板方向吹过的配置。3、安装方便。由于其较小的尺寸和特殊的风向， CPU 下吹式散热器的安装相对较简单，这使得它成为一些机壳和主机板组合中的理想选择。4、主机板元件冷却。由于风扇直接吹向主机板，它可以有助于冷却主机板上的其他元件，如记忆体和电源模块。5、噪音控制。一些 CPU 下吹式散热器具有优化的风扇设计，以减少运转时的噪音水平。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其风向和特殊的设计， CPU 下吹式散热器可能无法提供与一些大型风扇或液冷方案相媲美的散热性能。因此，选择这种散热器应根据具体的机壳和配置需求进行。再来，我们来介绍一体式水冷散热器。现在为求安装方便，都改为一体式水冷散热器。特点是好安装、简单。以下是一体式水冷散热器的完整介绍。一体式水冷散热器是一种将散热器和水冷均整合在一个系统中的散热解决方案。这种散热器通常由冷却液、泵浦、水冷头、冷却器、风扇和散热塔等组件组成。以下是一体式水冷散热器的特点和优势。1、高效散热。一体式水冷散热器通常能提供比空气冷却更高效的散热性能。水冷头直接与 CPU 接触，将热量传递到冷却液中，然后由风扇将热量排出。2、低噪音。由于水冷系统的设计，风扇可以设置在远离 CPU 的位置，因此可以达到较低的噪音水平。这对于那些对噪音敏感的用户来说是一个优势。3、节省空间。一体式水冷散热器的组件整合在一起，相对于传统的大型风扇和散热塔，节省了机壳内的空间。4、外观设计。这种散热器通常有较为现代、时尚的外观设计，适合一些追求机箱内外整齐美观的用户。5、简单安装。一体式水冷散热器的安装相对简单，不需要大量的散热塔或风扇安装步骤。6、温度稳定。水冷系统能够提供较为稳定的温度，减少 CPU 温度的波动，有助于提供一个较为稳定的运行环境。尽管一体式水冷散热器具有上述优势，但使用者在选择时仍应考虑其价格、机壳兼容性、散热性能和安装要求等因素。购买时请一定要注意水冷管的品质，要是挑选到不好的水冷管，时间久了氧化破裂，会造成电脑零件上的损坏。购买时请找寻有认证过的厂牌，使用起来较为安心。安装的部分，若是不擅长安装这样的设备，请找寻专业的人员安装，避免安装不慎导致水冷管破裂。另外，比较帅气又酷的就属开放式水冷，散热效果更好，但是日后的更换零件等会较为困难，请看以下介绍。开放式水冷散热系统是一种高度可定制的水冷解决方案，它允许用户自行选择和安装水冷系统的各个组件。以下是开放式水冷散热系统的特点和优势。1、高度可定制。这种散热系统让用户可以自由选择水冷头、散热器、风扇、泵浦和冷却液等各个组件，以满足其特定需求和个人偏好。2、卓越散热性能。开放式水冷系统通常能够提供卓越的散热性能，尤其是在需要应对高度散热的情况下，例如超频或高性能运算。3、扩展性。由于其模块化的结构，用户可以轻松扩展或升级开放式水冷系统，例如添加更多的冷却块、扩大散热器或者更换风扇，以满足不同的需求。4、风格和外观。这种散热系统的外观通常非常引人注目，并且可以通过选择不同颜色和款式的冷却液、灯光效果等，使整个系统看起来更加个性化。5、应对特殊机箱。由于水冷系统的组件可以自由摆放，这使得它更适合应对机壳空间有限或形状特殊的情况。然而，开放式水冷系统也有一些挑战，例如相对复杂的安装过程，需求用户具有一定的技术水平以及价格较高等。使用者在选择时应仔细考虑其实际需求、经验水平和预算。还是再三强调，若是不会安装，请找专业人员安装就好，以免在不熟悉的状况下导致不可逆的损坏发生。CPU 散热器本身是用风冷的，我有水冷恐惧症，就是怕哪天管子破掉电脑就没了。风冷主推 Noctua 猫头鹰的塔伞。 Noctua NHU12A 这颗还不错，经典款大小高度也刚刚好，不会太占电脑的空间。
水冷本身默用过，所以就是推常见的那3家技嘉、华硕、微星的产品。电脑的记忆体是关乎运算效能和资料存储的重要元件。以下是一些有关记忆体的基本知识。一、主记忆体 RAM。 主记忆体是一种易失性记忆体，用于存储正在运行的应用程式和系统需要的资料。当电脑关机时， RAM 中的资料将被清除，它直接影响电脑的运行速度和多工处理能力。二、读取专用记忆体 ROM。 是一种只读取的记忆体，用于存储固定的程式码和数据，例如电脑的基本载入程式 BIOS。三、记忆体模块。记忆体模块是 RAM 的实体硬体装置，通常以 DIMM 双列直插式记忆体或 SODIMM 小型双列直插式记忆体的形式存在，它们有不同的容量、速度和规格。四、记忆体频宽。记忆体频宽是指记忆体模块能够传输数据的速率，高记忆体频宽有助于提高资料传输速度，尤其在处理大型应用程式或多媒体内容时。五、DDR 双数据速率。DDR 是记忆体模块的一种标准，允许在每个时钟周期内进行2次数据传输，提高了记忆体的效能。常见的有 DDR4、DDR5 等。六、记忆体通道。记忆体通道是指处理器和记忆体之间的数据通路数量，双通道和4通道配置能提供更高的传输带宽。七、ECC 和非 ECC。ECC 错误纠正码是一种用于侦测和纠正记忆体错误的技术，而非 ECC 则不具备这种功能。ECC 通常用于对资料完整性要求较高的伺服器环境。八、记忆体容量。记忆体容量以 GB 及字节为单位，取决于使用者的需求和预算。更大的记忆体容量可以支援更多和更大的应用程式运行。选择适当的记忆体配置对于电脑的整体性能至关重要。特定用途和预期工作负载可能需要不同类型和规格的记忆体。简单来说，就是电脑不管运行任何程式都会用到的东西，无论是浏览器、游戏、图片等程式都会用到。记忆体目前最高能买到的是 48G 的 DDR5 版本，目前主机版最高可支援到 64G， 如果要再增加，可能就要用到伺服器等级的主机版了。64G 基本上可以应付大部分的使用，所以插到 64G 即可。目前记忆体又分为 DDR4 与 DDR5。 什么是 DDR4 与 DDR5 呢？后面的数字代表着这是第几代。 DDR4 就是属于上一个版本， DDR5 就是属于目前最新的版本。价格上4代一定会比较便宜，5代刚出，所以一定会比较贵。购买记忆体需要注意什么呢？第一，容量。记忆体有分 4G、8G、16G、32G 等不同容量，价格也不尽相同，容量越大的价格越高，所以还是依照自身预算去挑选即可。第二，频率，也可称作记忆体的速度，以 DDR5 7200为例，字面上显示的就是这片记忆体的频率有7200兆赫兹，代表在处理物件上会很快，但是快的代价就是价格高昂，所以在购买时大概都是挑3200至4800之间的频率区间去买，因为价格都还能接受。第三，品质，选择有良好商誉的厂商出品的记忆体，就能确保在未来使用时不会有硬体上的缺失或是故障，外加厂商如果有推出保固服务时还能退换货，那么就可以避免有问题时没人帮忙只能认赔的下场。最后就是在购买时，请一定要确认手上的主机板是否有支援对应插槽，不要买 DDR4 的主机板然后买到 DDR5 的记忆体，两者是不相容的，请注意。记忆体上我倾向推荐金士顿，价格上选择较多产品，稳定性也很好，还有酷酷的记忆体散热装甲，真是太吸引我了。至于其他厂牌我本身没用过，就不特别推荐了。显示卡也被称为绘图卡、显示适配器或 GPU、Graphics Processing Unit， 是电脑中负责处理图形和影像的重要硬体组件。以下是有关显示卡的一些基本知识。一、功能。显示卡的主要功能是处理和渲染计算机荧幕上的图形、影像和视讯，它负责将数字数据转换为可视的图像。二、GPU。显示卡的核心组件是 GPU， 这是一种专门设计用于处理图形和影像计算的处理器。现代显示卡的 GPU 性能极高，特别适合处理复杂的 3D 游戏和专业图形应用。三、显示记忆体。
显示卡拥有自己的记忆体，被称为显示记忆体或显存。这些记忆体用于存储图像数据，提供高速存取，从而改善游戏和应用程式的性能。4、显示输出。显示卡通常配备多种显示输出端口，例如 HDMI、DisplayPort、DVI 等，以便连接显示器或其他显示设备。5、显示卡类型。常见的显示卡类型包括独立显卡、独显和集成显卡。独立显卡是独立于主机板的显示卡，提供更高的性能，而集成显卡则集成在主机板或处理器中，性能较低。6、游戏性能。对于游戏爱好者来说，显示卡的游戏性能至关重要。高效的显示卡能够提供流畅的游戏画面和更高的图形细节。7、专业应用。除了游戏，显示卡还被广泛应用于专业领域，如影片编辑、3维建模、科学计算等，需要强大的图形处理能力。8、驱动程式。显示卡需要相应的驱动程式，以确保其正确运行并支援最新的游戏和应用程式。用户应定期更新显示卡驱动程式。9、制造商。一些知名的显示卡制造商包括 NVIDIA、AMD、Intel 等。这些制造商生产不同型号和系列的显示卡，以满足不同用户需求。选择适合的显示卡应该根据您的需求，包括预算、游戏或应用程式需求，以及显示器的解析度和更新率等因素。要分辨显示卡等级，可以考虑以下几个关键因素。1、型号和系列。显示卡的型号和系列通常反映了其性能水平，例如 NVIDIA 的 GeForce GTX 或 RTX 系列和 AMD 的 Radeon 系列中的数字越高，性能通常越强大。例如4090就是 NV 显卡最高阶，4060就是目前 NV 显卡最低阶，还有一个50只是目前上架的有30系列的3050就属最低阶显卡，大家统称 N 卡。AMD 的部分7900 XT 为最高阶的显卡，7600属于目前最低阶的显卡，还有一个500目前是上架贩售于6000系列中的6500就属最低阶显卡，大家统称 A 卡。简单来说，买 NV 显卡尾端数字越接近90的越高阶，相对的价格也会很精彩；数字越接近尾数50的越低阶，能跑的绘图功能就比较少，价格上因为功能削弱，所以也会比较低廉。买 AMD 显卡也是这样，尾数越接近900的显卡越高阶，价格当然也是偏高；尾数越接近500的越低阶，价格上就会较为低廉。虽然是这样讲 ，AMD 的顶级卡价格是 N 卡的一半价格，但是功能却没有 N 卡来的完整，或是说功能性没有如 N 卡一样稳定，或是效能表现更降。所以购买时还是建议再三考虑后再选购会比较好。当然，你是 AMD-yes 的人就不用考虑了。还是一样的话，设备没有好坏之分，只有你预算够不够而已。预算够，直冲功能超顶的4090与7900 XT； 预算不够，就是中阶平民卡4060与4070与7700与7600也是不错的选择。2、显示记忆体。显示卡的显示记忆体容量和类型也是一个重要指标。通常来说，具有较大显示记忆体容量和高频率的显示卡可以处理更大、更复杂的图形数据。3、CUDA 核心。对于 NVIDIA 卡或流处理器，对于 AMD 卡的数量，这些是显示卡处理器的计算单元，数量越多，性能通常越好。4、基本和加速时脉。显示卡的基本时脉 Base Clock 和加速时脉 Boost Clock 影响其处理速度。较高的时脉通常意味着更快的图形处理速度。5、制程技术。显示卡制程技术的进步可能意味着更高的效能和更低的能耗。例如7纳米制程技术相对于12纳米技术来说更先进。6、性能评比和评论。在互联网上查找有关特定显示卡型号的评比和评论，这可以提供其他用户的实际使用体验，帮助你了解显示卡的优势和劣势。7、价格。显示卡的价格通常反映了其性能等级，较昂贵的显示卡通常提供更高的性能。然而，你还需考虑预算和实际需求。8、支援的技术。一些显示卡支援特殊技术，如光线追踪、DLSS、深度学习超级采样等，这些技术能够提升图形效果和游戏性能。总的来说，综合考虑以上因素，可以帮助你分辨显示卡的等级和性能水平。对于游戏或专业应用，
建议选择符合你需求的显示卡，并确保其能够满足未来的使用需求。购买显卡时，还需注意电脑的电源供给够不够，要是不够，会导致在高频负载时，整台电脑死机或是显卡烧坏的问题发生。我认为显卡一张那么贵，还是不要去赌，任何可能发生的问题才是最好的。举例来说，4090官方建议给予850瓦的电源供给，但是考量到在跑图、打游戏等时候，负载850瓦，负载会紧绷，所以都是建议买到1000瓦以上的电源供给会比较好，毕竟多了150瓦的安全空间，在高负载时也不太需要担心会有问题。再来就是40系列显卡才需要特别看的部分 ，A 卡我完全不熟，所以这边就不多琢磨了，怕讲错给予到错误的资讯就不好了。40系列显卡还要注意什么事呢？就是记忆体界面频宽。这次老黄刀法有够精确地分出显卡的高阶、中阶、低阶的显卡差别，就是在这记忆体界面频宽上做出分别。从4090的384位元到4060的128位元，各位有看出差别了吗？也就是说，40系列只有4080以上的记忆体频宽有给足256位元以上，4080以下的都只有给192位元与128位元，显见功能上一定会有很明显的差距。简单讲一下何谓记忆体界面频宽。当谈到显示卡的记忆体界面频宽时，你可以将其想象成一条数据的高速通道，这条通道决定了显示卡在处理图形时可以快速从记忆体读取数据的能力。这个频宽的单位通常以兆位元每秒 Mbps 或千兆位元每秒 Gbps 来表示。较高的记忆体界面频宽意味着显示卡能更快速地处理大型图形数据，特别是在游戏或高解析度影片中。所以当你看到一张显示卡的界面频宽数字越大时，通常表示它在处理图形方面的性能可能会更好。计算公式为记忆体频率乘记忆体界面频宽 Interface Bandwidth 除8 bit byte 等于总记忆体频宽，斜线等于除法。简单来说就是你的位元率越高，面对游戏或高解析度的影片，处理的速度会越快，以及能处理的量就越多；相对的越低，面对游戏或高解析度的影片，处理的速度会越慢，以及能处理的量就越少。跟上述提到的公式计算出来的总记忆体频宽有相对应的关联。举个例子 ，RTX 4080 22.4 GB 每秒乘256 bit width 除8 bit bytes 等于716.8 GBs。RTX 4090 21 GB 每秒乘384 bit width 除8 bit bytes 等于1008 GBs。看出差别了吗？4080的总频宽量少4090 300 GBs 左右，也就是说，即便你的显卡所有功能再好，但是总记忆体频宽不够，就会限制到显卡本身的表现，让原本跑车等级的性能压到跟普通休旅车的性能差不多。这也就是40系列为人诟病的地方，就是记忆体频宽不再像30系列一样到3060 Ti 以下的显卡才会变成192与128位元，而是4080以下就把记忆体频宽砍好砍满。所以40系列在购买时请一定要注意这2点。我本身是推荐预算够的话买4080以上的显卡就好，4080以下的显卡因为记忆体频宽有被缩减，可能会影响到玩游戏时与看高画质影片的体验，就不在购买的考虑范围。最后一件要注意的是，就是显卡的记忆体大小，在购买时建议买到8G 以上，避免玩游戏时记忆体不够，没法效能全开享受高画质的体验。目前 N 卡最高记忆体为4090 24G， 最小为4060 8G。A 卡则是最高记忆体为7900 XT 24G， 最小为7600 8G。以前这部分要很仔细看，现在显卡最低记忆体量都来到8G， 所以在游戏上应该都是够用的，只是要 4K 画质全效能开启，可能都要用到比较多的记忆体容量才够游戏或系统去吃。显示卡真要推荐，大概都是推荐 N 卡。A 卡虽然近年也是努力追赶 N 卡，但是效能上、稳定性上就是跟 N 卡有一定性的差距，选择上 N 卡的厂商也比较多。A 卡最新的7900 XT 能买的厂牌就有逐渐减少的感觉。A 卡的价格是它唯一的优势，除此之外，硬要比效能 ，N 卡还是走比较前面，所以还是主推 N 卡。4090买起来，硬碟又称为硬盘或硬碟机 （Hard Disk Drive），简称 HDD。
是一种用于数据储存的储存设备，它是电脑系统中的主要资料储存媒介之一。以下是一些硬碟的相关信息。硬碟类型：一、HDD Hard Disk Drive， 传统的机械硬碟，使用磁性记录技术将数据存储在可旋转的金属碟片上。二、SSD Solid State Drive， 固态硬碟，使用闪存记忆体技术，相较于 HDD 更快速、耐用，但价格较高。三、容量。硬碟的容量通常以级字节 GB 或特字节 TB 为单位，表示硬碟可以储存的数据量。四、转速。HDD 的转速通常以每分钟转数 RPM 表示，转速越高，数据读写速度越快。界面。硬碟连接到电脑的界面包括：一、SATA Serial ATA， 目前较为常见的硬碟连接界面，提供高速数据传输。二、NVMe Non-Volatile Memory Express， 适用于 SSD 的高速数据传输界面，通常与 PCIe 总线一起使用。用途：硬碟用于储存操作系统、应用程序、文件和其他数据。SSD 在提供操作系统快速启动和应用程序运行的同时，也常用于提升游戏性能。选择建议：一、HDD 适用于大容量储存需求，如影片、音乐和文件储存。二、SSD 适用于提升系统性能，加速应用程序运行和提高游戏载入速度。总的来说，根据个人需求和预算，可以选择单独使用 HDD、SSD 或者结合两者构建系统。硬碟 HDD 和固态硬碟 SSD 是两种常见的数据储存装置，它们之间有一些重要的差异，如下：一、技术原理。 HDD 使用机械运动的磁性读写头在旋转的金属碟片上读写数据，数据存储在碟片的不同位置。 SSD 利用闪存记忆体技术，以非机械方式存储和写取数据，数据存储在闪存晶片中，没有移动部件。二、效能。 HDD 较低的读写速度取决于碟片的旋转速度和机械部分的性能，较慢的启动时间和应用程序载入速度。 SSD 拥有更高的读写速度，因为它使用闪存记忆体提供更快速的启动时间和应用程序运行速度。三、噪音与耐用性。 HDD 由于机械部件的运动，通常会有较多的运转噪音，相对较容易受到物理振动和撞击的影响。 SSD 无机械运动，因此无噪音，同时对振动和撞击的抵抗力较强，更耐用。四、重量与体积。 HDD 通常比 SSD 更重，体积较大，因为需要机械部分和碟片的空间。 SSD 较轻巧且体积较小，无机械运动部分。五、成本。 HDD 相对便宜，提供较大容量的储存空间。 SSD 价格较高，但正在逐渐降低，提供更快速的性能。总体而言， HDD 和 SSD 各有优势，选择应基于个人需求。传统储存需求和较大的容量可以考虑 HDD， 而追求更高性能、更快速的系统响应时间则可以选择 SSD， 甚至考虑将两者结合使用。常见的硬碟类型有哪些？以 DIY 组装来说，分为 HDD 3.5 磁碟、SSHDD 3.5 磁碟、SSD 2.5 磁碟、NVMe SSD， 统称 M2 SSD 磁碟。读取速度依序为 NVMe SSD、SSD 2.5 磁碟、SSHDD 3.5 磁碟、HDD 3.5 磁碟。 HDD 是属于读取率最慢的硬碟，也是最早出现的硬碟。以目前来说，虽然当开机碟与主硬碟偏慢，但是储存大容量文件还是很好用。SSHDD 算是为了改良 HDD 的读写速度而诞生的，但是 SSHDD 内部的 SSD 配比太低，导致使用上感受不出读取有加快的感觉。例如128GB HDD 加8GB 的 SSD 真的感受不出快在哪。SSD 2.5 磁碟算是既稳定又快速的硬碟产品，当时也是算价格偏高，但是 CP 值还不错的硬碟，拥有大容量与超快的读取速度，让开机与开启程式上只有用秒计算。只是缺点就是安装时跟前面的 HDD 与 SSHDD 一样，需要一条 SATA 线去连接，这样会使电脑在组装时整线上变得麻烦凌乱。NVMe SSD 统称 M2 SSD，
目前最新的硬碟技术，只要是新的军规与电竞主机板，一定会有插槽支援。优点是读取速度更快，安装方便，不用额外再接一条线出来。硬碟本身非常小一片，即便在网页购买时感觉很大片，实际上非常小片，还有专门出在笔电上的版本。目前最新的 PS5 也有支援此 SSD 插槽，但是高效能换来的就是价格高昂，一片 Gen 5 1TB 大概也要6000左右。当然也可以不用坚持目前最新的第5代 M2 SSD， 转而买 Gen 4 SSD 也是不错的选择，价格上也因为第5代的推出而有所下降。Gen 4 1TB 大概随便看2000以内的都有，而且读取速度都很不错，有些还会配散热装甲，但是价格会比较高。目前大部分的军规主机板都有额外在板子上加装散热装甲，所以只需购买没有散热片的即可。总而言之 M2 SSD 当初刚问世时是非常不稳定的，有过热、容易坏掉等灾情传出，但是发展到第4代以后，这问题就慢慢消失了，也因为安装方便、读取快速等优点，大部分的 DIY 玩家都会选择 M2 SSD 作为主力硬碟来使用。毕竟一张 ATX 主机板最少就能插3片 M2 SSD， 会越来越受欢迎，不是没有道理的。SSHDD 与 HDD 是看硬碟内的转速，所以是用 RPM 也就是转速来看，转速越高就是越快，例如7200 RPM 之类的。而 SSD 2.5 磁碟版本跟 M2 SSD 一样，都是看读取速度，例如SSD 2.5 磁碟读取速度560 MB， 写入速度530 MB， 又或者是 M2 SSD 读取速度12400 MB， 写入速度11800 MB。 这是随便找一张第5代的 SSD 数据参考用。硬碟主推 M2 SSD 好安装，又不用多条线。厂牌选择上，我会选择美光与金士顿与三星，这3家的产品品质都很稳定。价格上如果没有强求高容量、高读取速度的话，1TB 至 2TB 的价格都还是能接受的。电脑电源供应 Power Supply Unit（PSU） 是电脑内部的一个关键组件，负责提供电力给其他硬体部件。以下是一些有关电脑电源供应的重要资讯：一、功率容量。电源供应的功率容量通常以瓦特 （watts） 为单位表示，不同的电脑需求不同的功率。一般来说，高效能的游戏电脑或工作站可能需要较高功率的电源。2类型有主动式 PFC（Power Factor Correction） 和被动式 PFC 2种类型。主动式 PFC 的效能较好，有助于提高电源供应的效能和稳定性。3、标准。电源供应需要符合特定的标准，例如80 Plus 标准。80 Plus 认证分为不同等级，包括铜牌、银牌、金牌、白金牌和钛金牌，表示电源供应的效能水平。4、连接界面。电源供应需要提供足够的电源连接界面，以应对主机板、显示卡、硬碟等硬体的电源需求。常见的连接界面包括24 pin ATX 电源连接器、8 pin 或4+4 pin CPU 电源连接器、PCIe 电源连接器等。5、模组化。一些电源供应具有模组化设计，允许使用者只连接他们需要的电源线，以减少线缠绕，提高空气流动性，并使组装过程更整洁。6、风扇。电源供应通常配备风扇来散热，风扇的大小和效能影响电源的冷却效果和噪音水平。7、安全性。优质的电源供应具有过流、过压、过热保护等安全机制，可以保护硬体免受损害。选择适当的电源供应是组装电脑中重要的一步，需要根据实际需求和预算做出明智的选择。模组化和非模组化是指电源供应器 PSU 的连接方式和设计特点。1、模组化 Modular。 模组化电源供应器具有可拆卸的电源线组件，使用者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连接所需的电源线，而不是固定焊接在电源供应器上。这样的设计有助于减少电脑内部电线的混乱，提高整体空气流动性，使组装和维护更加方便。模组化电源供应器通常在背板上拥有一系列插槽，供使用者插入不同的电源线。2、非模组化 Non-modular。 非模组化电源供应器的所有电源线都是固定焊接在供应器的内部，无法拆卸。这表示所有电源线都与电源供应器直接连接，
而不管是否实际上需要使用。非模组化电源供应器的电源线数量和种类是固定的，并且在电源供应器的机箱内可能产生更多的电线。选择使用模组化或非模组化的电源供应器，主要取决于个人偏好和需求。模组化的设计提供更清洁、整洁的内部空间，但通常价格稍高。非模组化的电源供应器可能更经济实惠，但内部电线可能较杂乱。电源的铜、银、金、白金、钛金等等牌照通常指的是电源的效能认证，这些认证是由机构，例如80 Plus 颁发的，反映了电源的效能水平和能源转换效率。以下是这些牌照的一般意义：一、铜牌 Bronze， 这表示电源拥有相对较低的效能水平，但仍能提供基本的效能和能源转换效率。铜牌是效能认证中的较低等级。二、银牌 Silver， 银牌电源具有较高的效能，相对于铜牌而言，能更有效地将电能转换为可使用的电力。三、金牌 Gold， 金牌电源效能更高，能源转换效率更佳，这意味着它可以更有效地使用输入的电能，减少浪费。四、白金牌 Platinum， 白金牌是效能认证中的较高等级，表示电源在能源转换效率方面表现非常优越，它可以更有效地将电能转换为可使用的电力。五、钛金牌 Titanium， 钛金牌是效能认证的最高等级，意味着电源在效能和能源转换效率方面表现非常卓越，是高效能电源的代表。这些牌照通常作为消费者选购电源时的参考，更高级别的牌照通常伴随着更高的效能和更优越的能源转换效率，同时也可能伴随着价格上的一些差异。自己本身是用 EVGA 的电源供应器，用起来很稳定，也没有太多的噪音，只是目前能买到的瓦数只剩750瓦，所以我会改推海运 Seasonic 的电工，市面上评价都不错。还有出到钛金牌等级的电源供应器是个不错的选择。电脑散热风扇是一种用于散热的装置，主要作用是将电脑内部的热量转移到外部，以保持电脑各组件的适应工作温度。以下是一些有关电脑散热风扇的相关资讯。一、风扇种类。电脑散热风扇通常分为 CPU 风扇、机壳风扇、显卡风扇等，它们的位置和作用各不相同，但都是为了冷却电脑内部组件。二、尺寸和接口。不同的电脑部件使用的风扇可能有不同的尺寸和接口类型，常见的尺寸包括120公厘和140公厘，而接口类型则有3针、4针等。选择风扇时需要确保它与你的硬体兼容。120公厘等于12公分。三、风扇转速。风扇转速通常以转每分钟 RPM 为单位，较高的转速可以提供更多的散热性能，但同时也可能产生更多的噪音。一些风扇提供可调节的转速，使用户可以平衡散热和噪音之间的需求。四、风扇类型。有气流式风扇和静压风扇之分。气流式风扇适用于散热表面平坦的地方，而静压风扇则适用于散热表面较为密集或有阻碍的地方，例如散热片。五、散热片。一些风扇配有散热片，这些片可以增加风扇的散热效能，它们通常用于 CPU 风扇或机壳风扇，有助于增加表面积以提高散热效果。六、RGB 灯效。一些风扇具有 RGB LED 灯效，可以提供额外的视觉效果，这在打造个性化的电脑外观时很受欢迎。选择适合的风扇取决于你的电脑配置和个人喜好，确保风扇正确安装，定期清洁以维护良好的散热效果。散热风扇还是只推 Noctua 猫头鹰的风扇系列，排热功能强又安静，是散热风扇中的首选品牌。组装电脑的流程。一、首先将 CPU 安装在主机板上并涂上散热膏。二、安装 CPU 散热器与记忆体与 M2 SSD， 这是安装风冷的方法，请全程平放主机板。
水冷，请将主机板锁上机壳后，安装脚位架，再安装水冷头，然后安装水冷散热风扇在机壳上方。3. 再来是把安装好 CPU 与 CPU 散热器与记忆体与 M2 SSD 的主机板锁上机壳，这边请全程把机壳平放。4. 再来是安装电源供应器，然后开始整线，先把电源线穿到要安装的位置。5. 把电源线都接上包含机壳内附的线。6. 确认电源线、CPU 电源线、音源线、机壳内附的线、散热风扇电源线安装好后，开始安装显示卡。7. 接上显示卡的8 pin 或是现在的12 pin 电源线。8. 最后开机测试会亮之后关机。9. 插上 Win10 的应用程式叠安装 Win10， 电脑就组装完成了。请注意，一定要把接头插紧，不然会有读取不到的问题发生。组装一部属于自己的电脑，不仅是一个技术挑战，更是一场对自己的成就感与实现梦想的旅程。透过这个过程，我们不仅学到了如何选择最适合的硬体，还体验了每个零组件的组装和安装。这部电脑不仅是冷冰冰的硬体，更是我们心血的结晶，是一个个紧密相连的元件共同构建出的数位梦想。在这个自我挑战的旅程中，我们拥有了解电脑的能力，也发现了自己在科技世界中的位置。这台电脑不仅是我们工作、游戏和娱乐的平台，更是我们展现个性和品味的载体。它像一颗星，为我们的数码生活照亮前方。这次组装的过程或许充满了挑战，但每一次点亮电源的瞬间都值得。我们把散热风扇固定在处理器上，插上记忆体条，接上电源线，每一步都是迈向成功的脚印。而最终的成果是一台能够满足我们需求的、经过巧妙组装的个人电脑。这台电脑的存在不仅是一个故事的结局，更是新的开始。让我们怀抱着对科技的热情以及对未知的好奇心，迎接每一次电脑世界的冒险。无论是升级硬体、更换零组件，还是尝试新的应用，这台电脑都将陪伴着我们成长，见证我们的技术日益精进。最终，这台电脑不仅仅是一堆硬体的拼凑，更是我们自主创造的工艺品，是自我实现的象征。这一段充满挑战的组装旅程，将永远成为我们电脑历程中最珍贵的一页，也是通向数码未来的门票。我是 RK， 希望今天的影片有帮助到你。我们下集再见，拜拜。Never break, always fight, never quit, do it right, play the game